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来宾高嘉瑜委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罗志祥委员、刘彩薇议员、林涛议员。好，印度巴基斯坦打起来了啊！而且呢，印度用炮去打巴基斯坦克什米尔9个地方啊。克什米尔其实最有名，它那个毛料，它那边养的羊毛非常又软又细又暖因为它比较高，所以羊要保暖。所以我们就谈到 cashmere， 其实一般我们讲的都是那个衣服又薄但是现在居然打起来了那个地方其实是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其实都有一些关系了那爆发交火，本来印度跟巴基斯坦就世仇了，这奇怪，这邻居就容易吵架，你知道就世仇他们两边那个卫兵在交接的时候。卫兵都选择又高又壮又雄壮威武、仪表堂堂的卫兵这样我们卫兵交接好像行礼如仪，他那个卫兵交接彼此跟在对方耀武扬威、趾高气扬，让对方看我比你这个勇猛，我比你这个伟大每次所以观光客很喜欢看他们那个卫兵交接的情况，哇，很多人围观好，那打起来了，印度先炮袭，巴基斯坦说这是战争行为然后呢，这个说造成3死12伤，其实现在已经听说5死还是多少死了越来越多那另外呢，这个打了以后呢，巴基斯坦说我打掉5架印度的军机，而且把印度的士兵也俘虏了所以现在又说印度空袭酿8死那另外呢，这个印度这个5架战机被打，那巴基斯坦很高兴，就是你看我们很厉害，我们把印度空军的3架标风1架苏凯。30跟1架米格29的战机都把它打下来了因为这飞机不是法国做的，就是俄罗斯做的所以大陆网友今天很兴奋，说因为巴基斯坦用的是歼中国的战机打下俄罗斯，打下这个法国的战机大陆网友一片的欢呼那人家打架，他那么高兴川普说遗憾，赶快平息吧，说这再搞下去这个世界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是联合国秘书长讲的世界没有办法接受事实上呢，他们两国有78年仇恨，1947年开始一路到现在反正边境有各种打之前那个中国跟印度也打嘛，只是用石头打，他们现在是真的那两国的军力比较呢，其实印度人比较多了印度人本来就比较多嘛，它主要是宗教的不同，一个回教，一个印度教印度有150万人，巴基斯坦只有66万人但是呢，这种兵力了陆军呢，印度有120万陆军，巴基斯坦56万陆军，空军印度14万9900人，巴基斯坦7万人，然后呢，海军印度有7万5500人，巴基斯坦只有3万人然后呢，防卫岸边的部队，印度有1万3400人，巴基斯坦没有那印度有480架战机，巴基斯坦300架，印度有210艘的船舰，巴基斯坦44艘。印度有90枚，注意核弹，巴基斯坦100枚核弹就是说呢，当时他们在做的时候都偷偷做一旦做成就变成核子大国，美国也没办法。你不要在做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被他张建义去告密CIA 的这个埋伏的谍报员，我们的上校然后呢，突然美国就出来把你给毁了。我们看一下。凌晨的大街上，民众骑着摩托车或是开车准备逃难，气氛紧张，因为许多人被不久前的连环爆炸声给吓醒。这里是喀什米尔的巴基斯坦控制区，周3清晨遭到印度军方空袭，包括巴基斯坦在内，至少9处被轰炸。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尔首府穆萨法拉巴德市断电，陷入漆黑。उसके बाद रात ही लोगों में फिर सब लोगों को उठाया गया कि एरिया खाली किया जाए। अच्छा, तो ये इंडिया की तरफ से जो है फायरिंग हो रही है, ये हालात हैं। 遇袭之后，当地救护车紧急在深夜里出动，巴基斯坦警方更是立刻上街戒备。印度军方透过 X 宣称这是正义获得伸张，印度国防部则声明这是克制而且精准的行动，代号是辛多尔，期间没有针对军事设施开火，而是要打击恐怖主义。
They say that they've shot down 2 Indian Air Force jets that have come down inside India.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we're waiting for more clarification on this, that a 3rd Indian fighter jet may have been shot. 目前，巴基斯坦军方宣称击落5架印度战机，还有1架无人机。靠近印度的喀什米尔地区也传来零星的爆炸声与火光。巴基斯坦军方已经定调这次行动是重大挑衅，双方战火一触即发。好，乃金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实在是牵涉到的层面还蛮复杂的啊。这一次呢，并不是双方呢彼此之间呢，在这个印控或是巴控的这个地方产生了这种彼此之间的就军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在4月22号的时候呢，巴基斯坦这边的武装分子对于印控克什米尔的旅游胜地帕哈尔甘姆呢发动这个攻击，就造成了25名印度人死亡，1名尼泊尔人死亡。然后呢，印度方面呢就指控巴基斯坦政府呢。支援和掩护的这个武装叛乱团体发动这样子武装分子发动这样的攻击，巴基斯坦否认。可是对于印度来讲的话，有25名印度人死亡，这个血债必定是要血偿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就是扬言，就是双方呢就不断的扬言要采取行动啊等等。结果终于呢，在这个5月7号凌晨的时候呢，印度呢首先就发动了攻击，就派了多架的这个战机呢侵入了巴基斯坦的领空，然后在这场的这个交锋上面啊，刚刚赵先生提到就是说啊，中国的网友呢非常的兴奋啊，就是因为呢，印度呢过去传统以来，它的战机啊，它就是苏联的，然后俄罗斯的，然后它最近呢，为了要它的军备的武器的现代化，它就采购了法国的这个标风战机，结果没有想到呢，在这次对战的这个战役之中的时候，第一架这个飞入到巴基斯坦领空的苏30就被这个中国制的歼10 C1呢给击落了哈，它被歼10 C1所搭载的霹雳15远程空对空导弹给击落了。然后第2架呢进入领空的法国的这个标风呢战机呢，它是被中国制的红旗9远程地对空导弹呢，一开始被锁定，防空雷达侦测到之后锁定之后呢被击落，所以中国的网友呢就非常的兴奋哈，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呢，它在武器各方面的进展呢非常的快速，可它从来没有实际上投入战场的对战的这个经验哈。然后它跟中国跟印度之间有这种边界上面的这个争议的时候，赵先生刚刚讲了嘛，他们就是丢石头啊、丢石块啊，它就是避免冲突扩大嘛哈。然后呢，中国制的这些像不管是 HQ9啊，就是红旗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呢，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发挥这样子锁定这标风战机的击落的这样的效能？其实，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以来，还常常被这个国外的这个媒体呢给奚落哈。所以说，等于在这一次的印巴冲突的战场上面呢，中制的武器呢发挥了绝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中国的网友呢当然就会非常的兴奋哦。但巴基斯坦呢这边也非常的特别，他过去呢在跟这个印巴冲突的时候，他掌握那个制空权的战机是什么？是美国的 F-16哈。但是呢，因为呢美国呢多次警告，不让这个巴基斯坦呢运用这个 F-16呢在这种克什米尔的这个争议地区，所以他转而才会去采购中国的歼10C1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种武器对峙的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在于是说，当现在的已经双方呢，就现在已经就交火了嘛，开战了嘛，怎么停呢？不知道要由谁来出面呢？来协商这个未来的停火啊。像川普呢，这个常常大放厥词的这个川普呢，他今天呢倒是说了一句呢良心话，他就说赶快停吧哈，就不要再打了啊。然后联合国呢对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关切哈。可是呢，到底谁可以来出面呢调停这场战火，还是说在双方呢在几回交手之后呢，一方呢就先退了啊？就是印度也很可能先退了哈，跟退，但是他只要在面子上面呢得到了，就是他有效的袭击，然后有效的打击了巴基斯坦的多少的
多少的村落，他得到胜利之后呢，双方都有可能退哈。但是如果双方不退，一直往前不断的这个推进的话，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不是就是说他们会不会用战术核武了哈？但我觉得双方使用战术核武的几率不高，但是只是后来所衍生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有这样子的冲突会延续多久，会蛮令人担心的。就两个都是核子。不管怎么样，大国啦，核子大国，一个100颗，一个90颗，都可以把对方给毁了。来，志强，我还去过克什米尔哦，真的，对，那时候去，我是去印度控制的部分。那时候去，印象中是，我是到印度以后，那印度的朋友带我们去那里，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到说那边是高山地区的那，所以我们都是穿短袖短裤去，你知道吗？下来以后，我觉得那些民众还蛮有趣的，看我们穿这个样子啊。还把身上袍子脱下来哈卖给我们，卖一只羊给你。对，他把我们直接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卖给我们，这我们都冻得发抖嘛，就一行人就全部都穿他们那个当地的民众把袍子卖给我们，那很便宜啦。那当地民风很淳朴啊，但是也确实那个克什米尔地区是这个印度哈跟巴基斯坦他们一个冲突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哈。那有一个领土的一个跟宗教各种纠纷在里面。那这一波的所有的一些纷争哈跟战火的开启，是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历史的纠结的问题啊。但其实他们中间其实也不止这件事情，它也包含什么？它也其实包含有一点国际态势的关系哈。那大家知道是这个印度的背后的话，其实西方盟国比较多。那巴基斯坦的背后最主要的那个盟邦是中国大陆嘛，哈。那在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也有很多的，台湾也有很多的一些冲突存在哈。但这一次大家最关切的是什么？除了说这一波他们的军事冲突的那个状况到底是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发生所谓的失控？好，那你去看，我们当然评价所有拥有核武的国家哈，他们基本上都会保持相当的自治。我们经常在讲说台海会不会美国会不会出兵？其实台海美国会不会出兵，很多人认为不会的原因都是因为两边都有核子武器，一旦卷入，即便是零星的战火，都有可能不小心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对抗，甚至引爆所谓的核子战争。所以，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尽量是不太会发生所谓的冲突。即便像你看中国大陆跟印度，他们冲突就非常有趣，他们冲突是冷兵器冲突，就是说他们双方为了怕哈这个打到最后打到失控，所以双方是有个协定说，你不准用热武器，你只能用冷兵器，所以大家是用长枪草矛在打仗，因为古代的兵器在打仗，丢石头什么，就是中印边界的冲突，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可这一次为什么全世界会紧张？哎，这是热冲突哎，换言之，它是用现代军事武器在对打，所以因此在一开始卷进战火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双方坦白讲，我也认为两边都不会想要进到核子武器的使用了，可是双方都会出现一个僵持，是我要在什么情况之下有台阶下啊？如果没有台阶下，它就一直扩大；那有台阶下就去冷却它。所以因此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变数。那你像俄罗斯对乌克兰就另外一种情形，乌克兰没有核子武器，那俄罗斯有，所以因此只有俄罗斯自己自不自治的问题，没有乌克兰用核子武器反制的问题。所以各个地方只要拥有核子武器的两个国家，它既然发生所谓的战争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紧张。休息一下再回来。全世界这很难讲很多地方都是火药库，随时会冲突。之前他们都说台海会引爆，搞了半天台海没引爆呢。俄罗斯先打了这个乌克兰，然后接下来呢，以色列跟哈马斯打起来，现在印度跟巴基斯坦又打起来了啊。好，那么随时都可能打新仇旧恨啊。那因为巴基斯坦关闭了领空，所以桃园机场呢，到欧洲很多个航班取消或延迟，因为可能要经过他们上空或等等非常多到法兰克福的、布拉格的、阿姆斯特丹的、罗马、伦敦的等等，要不然就在曼谷停下来了在曼谷停，不是等啊看你机场能开放啊，有的要不然就这个航点啊、航线啊改道所以也是无妄之灾这旅客根本想都没想到好，那么另外呢，泽伦斯基上次到白宫被川普修理，两个大吵一架，全世界震动然后呢，爱尔兰总理呢到了白宫见了川普，走了以后呢，也被川普呢骂说爱尔兰偷我们这个偷我们那个。日本首相呢史波茂跟川普通了电话以后，电话放下来，川普也说日本偷了我们多少钱
那卡尼刚当选这个加拿大总理啊，这人是一个政治素人，以前没搞过政治的，做过加拿大中央银行总裁，又做过伦敦的英国的中央银行总裁，大概财经还不错了啊。然后呢，原来他的民调，他们的党落后对手20%，但因为川普是要把加拿大变成51州，所以他就反对川普，砰，民调上来居然赢了。哦，所以川普呢，这个卡尼就到白宫跟川普见面，哦，然后呢，川普就说很棒，他们彼此都欣赏对方，他们每次都讲些场面话，对方很好，很棒。川普还说呢，我重新进白宫就是奇迹了，他居然在加拿大赢，是比我还厉害的奇迹，先赞美他。然后接下来就说加拿大怎样做我们的51州吧。卡尼说，卡尼没有发脾气，很冷静，银行家。卡尼说，我的老板们都不愿意，就加拿大人民嘛。哦，他们不愿意。川普就说了 ，Never say never， 永远不要说不。你能总理干几年啊？你怎么知道以后会怎样？不要说不，你只能说你不要，不能说永远不要。哦，什么叫永远不要？永远是什么？哦，好吧，两个就表演一番哈。那所以川普这边讲，永远不要说绝不哦。那另外呢，这个德国哦，梅尔茨当选德国总理也是经过2轮投票。是要美国不要干涉他的国内政治，为什么？因为呢，马斯克跟这个范斯哦都选择他的对手另类选择党极右派哦，所以呢，他说你不要管我们的，来搞我们的这个，你们搞你美国就还跑到德国来搞我们的国内政治哈、哦。那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川普跟加拿大的总理。You have said that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Were you chosen? No. Well, I still believe that, but. You know, takes two to tango, right? 川普在白宫再度大聊，想把加拿大纳为第51州，但看看一旁静静聆听的外国元首，竟然正是加拿大总理卡尼。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川普形容美加两国的结合会是郎有情妹有意，但瞧瞧旁边卡尼不止表情微妙，甚至好几度忍不住想打断发言。看来51州的想法恐怕更像是川普一厢情愿。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That's tru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ever. But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原来这是卡尼上个月成功连任后首次赴美，因为当前美加关系紧张，再加上卡尼主打抗川普保加拿大路线，也让这次行程备受关注。来，嘉宇。我觉得这个川普跟加拿大谈话的态度，让我想到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台湾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中国也一直想要并吞台湾哦，那也是用很多的方式，但是不像川普跟卡尼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那无论如何，卡尼还是可以跟川普说不。虽然川普说 never say never， 但是无论如何，民主国家的领袖就是可以好好的谈哦。那我觉得川普这个上任以来一路这个惊涛骇浪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各种奇招百出，但是每一线好像都不如川普的意哦。不管是美债的这个汇率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或者是现在加拿大有没有可能成为第51州，看起来都是川普自己所想，但是世界并不如川普的预期。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卡尼刚刚大家看他的风度也真的非常的好哦。但是民主国家大家是有共同的理念，绝对不是用一个霸权，或者是觉得说你应该是我的，然后就可以去力压别人。不管是任何民主国家，应该都是这样的态度，尤其是民主国家的领袖。所以川普到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管是他要用经济或者是用各种方式去逼其他的国家去接受他的要求或是谈判，我看最后的结果应该都不会像川普所想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态度。好吧，除了川普跟加拿大总理谈了，另外呢，中国跟美国说要谈哦，他们到瑞士去谈哦。那大陆的副总理管经济的了哈，何立峰到瑞士跟美国的财政部长要见面哈。因为川普昨天还在讲说中国现在经济一塌糊涂，他们透过各种管道说要跟我们谈，他们要跟我们谈，因为他们已经不行了然后呢，中国方面是讲的是美国透过各种管道要跟我们谈，那顾虑到世界的形势啦，中国内部的需要啦，等等呢，所以我们好吧，就跟他谈吧，双方都说是对方要谈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么谈总是比不谈好了哈。那反正现在说要在瑞士谈所以大陆商务部说是美国主动。而且希望跟我们谈关税那美国财政部长说呢，
哎呀，第一次谈哦，双方都很坚持了哈。我们是在缓解紧张，不预期能达成协议，哦，这个是对的。谈判之前先降低期望，哦，你不要一开始说我们一定会达成，那达不成怎么办？就说你不要，我们不会达不成的，只是大家缓和一下哈，大家坐下来缓和一下哈。如果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表示有一个成果啊，所以开始降低你们对他的期盼啊。那美国财政部长说呢，我们没有想要跟中国脱钩啊，我们没有跟他脱钩，我们只是要公平贸易而已啊。现在不公平嘛，哦，这个我们美国被欺负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在谈以前，大陆就降准降息，要救股市了啊，救市场啊。所以呢，大陆人民银行行长就跟我们的中央行长潘功胜，所以呢，他提出货币政策有3大类10项措施哦，各种措施把钱灌到市场里面去啦，降利息啦，降准备率啦等等哈。那另外呢，澳城银行说，稳经济才是谈判的本钱哦，所以你谈判前夕，中国紧急降准降息，赶快把市场稳住。哦，你这个市场稳住哦，你才能够去谈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到俄国还投书给俄国媒体，说呢，俄罗斯能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太好了啊，赞赏他哈，所以我来了啊。那另外呢，克里姆林宫的顾问说呢，习近平跟这个普丁会讨论非常敏感的议题了啊。什么敏感议题呢？他们谈谈就知道。我们先看一下中国跟美国。关税战吵得沸沸扬扬，这回美中2国准备谈了。何立峰副总理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将在访问瑞士期间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大陆官媒央视报道，主播多次强调是美国主动要求谈判。不止大陆证实，美国财长贝森特6号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也说，中美双方代表预计这周末将在瑞士进行会晤。I would think that perhaps as early as this week, we will be announcing trade deals with some of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贝森特也表示，华府并不想和北京脱钩，美方只希望有公平的贸易，而且一再指出中美的确还没有展开谈判，等于不断打脸自家老板川普过去的说辞。I'm speaking to a lot of people from China, but I'm speaking t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如今中美要谈判的消息传出来后，美股期指纷纷上扬。因为呢，美国说除了中国以外，我们已经跟17个国家都谈了哦。结果呢，现在终于跟中国可以谈了，那市场当然会感到兴奋啊。来，郭政委，我觉得美国过去是世界各国的老大哥，但是当老大哥没有风范的时候就会变成小弟。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这次的关税，川普的种种做法，真的是经济里面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常对于这件关税中美之战到最后谁会赢，我还是认为最后还是中国的习近平较为稳重。第一，中国的习近平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过去跟俄罗斯的关系，在在乌克兰的时候就取得适度的默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美国支持他，但是中共跟俄罗斯之间，他们是有那个少许的这些默契。那另外，我是觉得这样当全球在关税战的时候，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还是老大哥心态，全球的人都要来跟我谈，不谈的人就是拖我什么，就是欠我什么。这个心态基本上在整个民主国家、全球的关税自由的情况之下是不会被接受。那我们可以看的习近平，他从到我们亚洲地区访问到现在结盟这个澳洲等等，还有跟这个俄罗斯这个结合，他们到底会谈什么？那刚刚赵大哥已经讲，他们会谈比较机密的东西。当然，我认为关税是很重要，过去他们的默契是不能否认。那我们可以看的，你看美国的财长一天到晚为什么要跑到瑞士跟中国的经济代表处？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输一半。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跟你谈，
你提高我关税，我提高你关税，你要涨我关税，我就涨你关税，这种强硬的态度的，我跟你讲，中国确实是有所准备的，所以我认为。从他的财长要到瑞士去见中国的代表经济去谈，我认为这次的高关税的大战之下，我认为中国是会赢的。反正了啊，就双方都说对方需要了，哦，美国说中国经济不好，哦，卖东西都卖不了了，哦，所以呢，他要跟我谈。那中国说呢，美方受不了了，物价上的货也没有了，物价越来越高了，所以他要跟我谈。休息再回来。